剛才大家這個轉到聚焦國際嘅節目現場，禮拜嘅全球新聞短評，其實用10分鐘嘅時間帶下來抓走天下大小事情。今款有請陳福成教授為大家來做評析。先生你好，先生好，全國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先來看嘅禮拜頭一條新聞係美國歐洲司令部將北約嘅盟軍統帥呢，要訪問日本哦，韓國會派日本嘅外務、韓國國防嘅大臣、防衛大臣來做面會，未來先時呢，見到話加強合作，先至係用來解套啊呢個事情咯。也拜卡沃里上將啊，哈，佢訪問日本啊，哈，係也拜係北約嘅軍隊嘅指揮官啊，訪問日本鐵拜啊。也代表乜嘅呢？就係在2023年啊，北約同日本有簽一隻個別針對嘅夥伴協定啊，也個別針對夥伴協定就加強北約同日本之間嘅軍事合作嘅關係啊，有16隻項目，也其中一隻重要嘅項目就係北約嘅指揮官做嚟訪問日本，互相嚟訪問啊。但係也代表乜嘅呢？代表講俄烏戰爭以後啊，美國就開始要規劃一個歐洲印太一盤棋嘅一個大戰略架構啊。也係大戰略架構啊，其實喺2021年嘅7月啊，卡沃里上將呢，佢上任美國駐歐洲嘅指揮官啊，同樣美國駐印太指揮官阿奎利諾啊，兩者呢加上也美國嘅北京嘅國安會嘅Kurt Campbell Dr. Kurt Campbell 印太一個事務嘅協調官也三者在英國啦有一個秘密嘅會議，也秘密嘅會議呢需要規劃講俄烏戰爭之後呢規個世界結構會改變，所以呢美國開始準備同歐洲同印太地區結合起來，所以呢在2021年呢西班牙嘅就北約峰會，同2023年咧立陶宛嘅北約峰會啊，也兩隻峰會啊，全部邀請日本、韓國、歐洲同紐西蘭也4隻國家嚟共下參加北約嘅峰會，也按照 NATO Plus AP4啊，所以也隻架構成立起來以後呢，所以北約開始呢要加強同日本、韓國、歐洲同紐西蘭4隻國家共下合作，嚟準備呢未來所謂嘅印太北約一個架構來做鋪路嘅工作，但是呢，也隻提案法國公開表示反對。法國嘅總統馬克宏佢講北約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做負責北大西洋地區嘅安全去做的所以冇必要咧擴張到印太地區來所以呢，原來北約在去年準備喺從日本設立一個聯絡辦事處也隻 idea 是暫時停止不過呢，因為你睇中國俄羅斯伊朗同北韓有4隻國家慢慢合作越來越密切所以呢也歐洲地區有俄羅斯嘅威脅印太地區有中國同也北韓嘅威脅，所以呢歐洲同印太地區嘅結合慢慢會形成一個新嘅架構，也拜呢北約嘅盟軍嘅統帥訪問日本嚟加強雙邊嘅合作、軍事合作嘅關係係一個很重要嘅步驟，而後續要慢慢嚟觀察。禮拜天一條新聞來看，以色列同哈馬斯喺咩時候下個禮拜來暫時嘅停戰咯，你下國界都關注，不過你下以下雙方做下有強硬嘅表態，咩為了嘅停戰呢？暫時停戰帶來動態變數咯，先生按用上來觀察。知道也拜雙方之間嘅停戰嘅協定無按簡單做得簽訂嘅雖然講拜登總統在2月26號公開表示講佢國家安全顧問對講以色列同哈馬斯已經慢慢會達成一個協議暫時停火6個禮拜40日所以呢，佢希望講從3月4日開始以色列就暫時停止對加沙走廊嘅軍事行動同時呢，哈馬斯武裝集團要釋放至少有40位嘅以色列嘅人質同時呢，以色列也偏要釋放400位嘅巴勒斯坦人嘅人質但是呢，以下有個協議同還蠻看到一個結果，因為呢，美國、以色列同埃及還有卡達有4個國家在巴黎談判嘅協議到目前為止還蠻公開。同時呢，而家開始要在杜哈有新一輪嘅談判，因為呢，哈馬斯武裝集團佢提出嘅條件以色列也邊冇辦法結束。同時呢，以色列呢同時佢提出一個加沙戰後一個計劃。
也加沙戰後一個計劃啊，佢準備講啊，以色列軍隊啊，做啲喺加沙走廊咧嚟自由行動。也點呢？美國也擺就公開表示反對，同時呢，以色列咪提出講，而且約旦河西岸啊，有3000隻嘅啊新的屯墾區啊，也表示講以色列嘅人啊，開始嚟慢慢進入嘅約旦河西岸，原來巴勒斯坦人待嘅地方，也美國咪公開表示反對，所以呢，你睇雙方啊。美國同以色列之間有挺重要一個矛盾，同時呢，以色列同哈馬斯武裝集團之間啊，沒有挺嚴重一個衝突。更重要一點就係講，以色列總理啊納坦雅胡佢多次公開表示講，3月10日以前呢，哈馬斯武裝集團如果冇釋放以色列嘅人質的話，啊，以色列就會對整個加沙走廊，尤其拉法市採取全面性的攻擊。要全面性的攻擊呢，會造成140萬的巴勒斯坦人同拉法市啊全面性的人道的危機。那埃及也邊講，如果講以色列採取嘅軍事行動的話，佢要取消1979年簽訂的以色列同埃及之間的和平協定。也和平協定如果取消的話，也代表講中東地區的局勢啊會進入一個新的階段，新的衝突的階段。我知道呢，所以也就觀察，你要繼續密切來注意。其實來看到美國兩黨總統兩個禮拜有舉行嘅個總統當選初選同咩事研究，韓國川普同拜登做係講到東輕鬆，唔過你下實觀察到嘅係講我哋下對你拜登冇表態嘅選票係更來更多，先生係用嚟觀察。觀察美國總統大選啊，係挺神奇、挺有意思嘅一件事情啊！你咪學習挺多啊！而下呢啊，美國嘅主流媒體啊，佢形容亞擺美國嘅總統大選啊，有3個關鍵字，第一個就係 too old 啊，第二個係too forgetful 啊，第三個係too confused 啊，所以也代表講兩個主要嘅候選人啊，拜登同川普啊兩個再度對決嘅一個狀況啊，已經挺明顯嘅嚇。但是呢，兩者全部挺資深，同時呢，那拜登面臨一個挺嚴重嘅問題，就係講大家擔心啦，佢記憶力會出問題啊。同時呢，川普鴉片呢，亦提到爭議性嘅議題啊，所以讓大家感覺講挺 confused。所以呢，也喺美國咧以下選舉美國主要嘅選民感覺嘅一個氣氛。但是呢，美國民主黨同共和黨兩隻主要嘅政黨而底下呢，就拜登同川普兩者出來競選代表來出來選總統所以呢，也就結局會持續到今年嘅11月投票不過也高層地步你也出現新的變數咧，也係變數嘅乜嘅呢對川普嚟講呢而家也獨立咧候選人小羅伯特甘迺迪呢，已經取得咧 Arizona 亞利桑那州同啲嘅 Georgia 兩隻主要搖擺州一個總統候選人嘅資格，所以佢名做得標投最後選票上面所以小羅伯特甘迺迪呢，喺 Arizona 同 Georgia 兩隻主要搖擺州咧，會瓜分到川普嘅選票也對川普嚟講係一個新嘅威脅。對拜登嚟講呢，因為拜登佢政策有偏以色列，所以遷到阿拉伯嘅也族群對拜登有反感所以要求講喺選票上投微表態嘅一個動作。同時呢也有綠黨Stan 綠黨嘅候選人 Stan 呢，佢咩取得也候選人嘅資格，佢做得喺這個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 Arizona 還有 North Carolina 也4個州呢，佢做得也名嘅係黨派，所以呢也威脅到這個拜登嘅選票，所以呢以下嚟談講馬上會當選美國嘅總統從言之過早你還慢慢嚟觀察後續嘅發展。先邊條新聞來看到嘅是中國兩會所登場了係咪是強先生先睇下來看一下呢？今年嘅兩會有哪條是關注嘅重點？你觀察中國大陸嘅政治經濟嘅發展嘅情勢有3個重要嘅窗口第一個窗口是每5年一擺嘅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那第二個重要窗口呢，就係每年至少一擺嘅中共中央委員會議
第三個重要嘅窗口啊，就係每年一擺嘅3月初嘅也全國人大同政治政協也嘅會議啊，也今年也人大同政協會議3月4號、5號會開幕啊。開幕呢，尤其係中國人大會議地位中國咧國務院嘅總理李強要做也政治工作報告啊，也政治工作報告呢就會提出講過去1年同未來1年中國用咩嚟做，用咩嚟行啊。但是呢，今年呢也全國兩會出現一隻輕這詭異嘅一隻狀況也詭異嘅狀況，就係開會以前相當嘅低調大家冇傾到討論講也係人大政協嘅會議我嚟討論乜嘅，我哋有乜嘅結果，我嚟做乜嘅太宣傳不過呢，同時你咪注意到也係人大會議人會公布嘅人員地位有差唔多20位態度嘅軍事同外交同中央官員被辭職也被辭職嘅代表講乜嘅中國態度也習近平而採取整數嘅一個行動還忙停止也係構成政治嘅部分。同時呢，你咪注意到呢去年開始中國態度嘅經濟嘅發展面臨動態瓶頸也瓶頸呢，第一個瓶頸就係國內內需嘅消費力下降程度，大家唔敢消費有效消費跟需求全部冇啦，所以呢造成講整個經濟發展停止。第二呢，就外資大量減少，去年同前年同去年之間減少80%，也係挺嚴重嘅事情。第三個挺重要問題就係中國態度嘅新興嘅科技發展面臨美國聯合其他國家一個科技戰嘅一個封鎖造成中國態度科技發展面臨動態限制同壓力。所以呢今年呢兩會如果講這個李強總理冇辦法提出新嘅一個做法來突破新嘅瓶頸嘅話，我知道呢中國態度嘅政治經濟嘅發展會面臨更加大嘅問題。好，落嚟先生今日帶來回顧嘅係印太嘅情形，韓國有以下之間嘅衝突同美國嘅選舉，先比係呢個中國嘅兩會先講一下，大家新聞冇好啦，關注嘅係俄烏戰爭2周年。